小精卫，你就不能轻一点啊！我跟你有仇啊！你公报私仇。怎么回事？精卫失误，让凤九殿下误入险境，幸得东华帝君相救。东华帝君？东华帝君，东华帝君好英俊啊！都是些绕口的大道理，所有古书都是这样写，好没意思。唉。久住心，以达专注一去之境。什么意思啊？小叔，哎，小九，快进来。小叔，今日在学堂有一事，我实在是不太明白，想要向小叔请教。久住心以达专注一去之境，因此而一念为神，一念为魔。所谓久住心，乃是修习禅定的9个层次，即内住、等住、安住、静住、调顺、寂静、最极寂静、专注一去和等待。倘若一个人的内心达到专注一去之境，那便是心已安住，百乱不侵了。那为魔为神也没什么区别，端看他的个人喜好，他想成什么就成什么。倘若久住心达到等待之境，又更是一番新景象。世间只有西天梵净的佛祖修持到这个境地，悟得众生即佛陀，佛陀即众生。这个跟禅有关系的，果然很玄妙啊。那带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。小九，这是我做的，回去带给你父亲。好，谢谢小叔。既然帝君从前非神非魔，只是择了神道弃了魔道，可是他为什么会选了神道呢？神族魔族除了族类不同，似乎也没什么区分。况且魔族还有那么多的美女。遮颜上神，遮颜上神，遮颜上神，此次学熟的夫子留了洪荒众神考的课业，回去还要交功课的。只是小九有一问题实在是不明。遮颜上神学识渊博，小九特意来向遮颜上神请教。我这里有小叔做的束发玉簪，是小九拿来给遮颜上神的谢礼。题目是什么？敢问上神，东华帝君当初为何会择了神族呢？东华是怎么选择了神族？史书记载，洪荒之始，天祸连连，唯有神族所居之地，风调雨顺，子民安居乐业。东华帝君探查缘故，得知是神族具修5戒。1不杀生，2不偷盗，3不妄语，4不淫邪，5不饮酒。
子德昭昭感化上苍，于是免去了对我们神族的责难，给予我们许多功德善果。帝君听闻此事，十分感动，于是便选择了神族摒弃魔族，愿此生仅以神族法相现世，并用大慈大悲大菩萨之心，普度八荒众生。果然是清净无为的东华，果然是无欲无求的帝君，果然是史册传闻中那个最傲岸、耿介、冷漠、有神仙味的东华帝君。你呢，就照我说的写，保证你拿高分。上神如此说，莫非还有什么隐情啊？东华是在碧海苍灵化世，经历了许多磨难。你别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打架打得很有出息，可惜他本人对于一统天下一直没有多大兴趣。碧海之外各族在那儿打来打去，一些无缘参与大战又不愿意安生的小怪惹到他头上，他就把他们一一收拾了。这些小怪等级虽低，头上也是有人罩着的。那些罩着他们的魔头觉得面子被服了，就来找东华的晦气。小魔头上面有中魔头，中魔头上面有大魔头，东华就一路把他们都收拾了。蓦然回首的时候，四海八荒最大的魔头已经收拾成小弟了。哎，别看他常年一副冰块脸，他呀，很讨女孩子欢心的。也不知魔族哪个魔头家的小姐，当时很有盛名，行事颇放荡，看中哪个男子，当夜即同对方一笑冤梦。这位小姐自见了东华，便害上相思。尊座半夜归家，可让妾身等得好苦啊！没想到尊座如此心急。丢出去了啊！丢出去好，丢出去好。那位魔族小姐仍然不死心，扎扎实实被丢出去好几回。这件事儿啊，慢慢传开了，许多魔族女子便觉得，虽然注定要被东华丢出去，但听说他都是温文尔雅地把女孩子从床上抱起来，轻轻抱到门口，再温柔地给丢出去。既然这样，能在他怀里躺上一时片刻，也是一件非常快意的享受。能够被帝君抱在怀里，那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？从此以后啊，更多魔族小姐前仆后继，他们总有办法解开东华帝君设下的结界。东华就懒得再设结界了，在每夜入睡前，把美女从他房里丢出去，当做一种修行。就这么过了几年，有一天，帝君，你就收下我做徒弟，让我跟在你身边吧。哎呀，帝君！哎呀，所以啊，